好，民进党要启动人民是头家哦，那要一个宣讲，而且排好了，从3月15号到3月30号这半个月里面呢，办1、2、3、4、5、6、7、8场啊，而且在台中、桃园、花莲、台北、台南、新竹、高雄、新北都办啊，就是遍地开花了哈。而且赖清德也发了公文呢，公职人员全部配合，好好去宣讲哈。那行政院说呢，我们是只要说明我们的施政，你们将我们预算对我们施政的影响。并不是要升高跟在野党的对立啊，因为呢，这个卓荣泰也要出席啊，行政院长要出来哈。那我刚刚讲赖清德呢，火速发出动员令，啊，党公职全部要投入哦。那林右昌呢，民进党秘书长呢说，要让我们的执政团队直接面对民意哦。那另外呢，这个林右昌说呢，宣讲跟罢免是无关的，但欢迎民主摊位共襄盛举，就是很多民众团体不是发起罢免嘛，你们也可以来摆摊啊，来宣扬你们的理念啊。那国民党呢是说呢，这个要4月要启动问政说明会，对抗恶霸啊，都也要下乡宣讲。那民众党已经决定了啊，要现在新北市宣讲，说哇，大家现在就是宣讲啊。然后呢，民众党说要选定了总预算等4个主轴，全民问政啊，现在有全民开讲、全民问政，面对群众哦。我们看一下，作为执政党，我们有责任搭起社会的大平台。让执政团队能够直接面对民意，向人民头家来报告。民进党秘书长林右昌宣布，将下乡办政策宣讲，等同总统兼党主席的赖清德亲自下达动员令。主席并没有在这一次的宣讲的一个规划里面，我们原则上会规划院场每一场都到，这是党部所举办的一个这个宣讲的一个行动，跟行政部门。他们都是受到邀请。先驳斥与罢免无关，行政院长卓荣泰将领军每一场都到，首场3月15号在台中登场，未来1个月周末要跑遍6都以及花莲，与激起的国民党立委罢免案现势相对应。只是秘书长2个月前的这段话，总统上任还没有满1年，罢免这个事情这个他如果是这种状况，他就是变成全面的对抗。那。我们的行政院怎么办？这话意思是反对大罢免吗？或许因为党内情绪压力，人筹备，因为传出在年前就组成秘密专案小组。我们要坚定地走在民主的道路上。政策宣讲前导片曝光，要稳健向前，台湾雄用，是否也呼应总统曾说过更大的民主？罢免的行动以公民团体为主体，不要把这2件事情把它混为一谈。有一些民主的一个摊位。他们要一起来这个共襄盛举，我想这个都是整个社会大平台的一部分。意思是罢团将现身政策宣讲，等于民进党火攻大罢免第2阶段，是否这任务告一段落？林右昌准备辞职备战。台湾现在面临了非常巨大的内外的挑战还有威胁，此时此刻其实最不需要的就是去讨论个人。大罢免前仍以大局为重。来魏珊。就民进党其实现在在做最大的努力，就是希望去跟在野来做一个沟通哦，所以才会有这一个请人来跟这个黄国昌来进行沟通，因为毕竟他是民众党的主席，所以其实我们是尽最大的努力。当然，我们看到在野党并没有打算有任何放过执政党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到每一次复议，其实每次都是失败的。那当然，我们还是得诉诸民意，让人民了解到底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尤其大家对于很多这个立法院的现况，其实并不理解。那所以面对面的沟通，那我们认为会比较直接，然后比较能够真的让民意知道到底现在的现况跟我们遇到的困境。那台湾还是要向前走。我想刚刚大家讲到很多，现在这个国际的情势正在变化，那我们需要有更快的速度可以去因应。可是现在这个立法院里面，这个预算也卡着，很多的法案都卡着，老实说我们真的是动不了。我们真的很期待在野党可以改变，可以让我们现在可以更好做事哦。刚刚一直在讲到说中国是不是其实明明就没有什么改变啊，就也是一样啊，就是好像也没有升高冲突。可是实际上我们看到现在是每一天都在共击绕台。我们看到中国每一次发言人发言都在讲到说要统一台湾，甚至不排斥武力统一，种种行为都让我们非常的害怕哦。所以我们会看到台湾如果要维持这个自由民主，当然我们这个朝野一定必须要合作，但是我们看到是一个不愿意合作的在野党，我想这个让我们一直以来都非常的遗憾。那还是希望就是在野党可以再重新思考这件事情，让台湾可以继续推动相关的政治，我相信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李向龙。大陆方面诉求对台湾的统一，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在联合国里面，193个会员国里面呢，有182个
都认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王毅呢，在前2天的记者会上面告诉你，就是说国际的标准的用语，联合国体系里面对台湾的标准用语只有一个，既不是台湾，也不是中华台北，叫做中国台湾省。听得下去，听不下去，喜不喜欢听，在对内要做怎么样宣传，去蛊惑了老百姓，那是你民进党的事。我只是说，当你就事论事看事情的时候，把真实的情况告诉老百姓。第二个就是说，讲到权力，对了，我今天看到赖清德下午开记者会，我认为赖清德讲的恢复军事审判，它不是一个两岸关系或者呢对内的什么防匪谍的调整，那句话对我听起来是大罢免的起手式。那个是大罢免当中的主要的诉求的重点，就是把两岸关系卡进大罢免里面。要不然他罢什么个大罢免，他根本就讲不出东西来的。他就是要对两岸关系发动一次再投票，把大罢免当作是一次呢抗中的投票而已。这是呢在野党不要再有任何奇奇怪怪的想法，在野党必须要认识到，今天的恢复军法审判是一个大罢免的起手式的动员令，那个动员令是要把两岸关系的对决，把抗中卡进大罢免里头，最后所有被召唤出来的都是在抗中的情绪下面呢去投票的。你以为他是真的要说服老百姓说呢，我们的预算如何吗？在野党这一次的预算的审查，我个人说过了，我说呢删的太客气了，看看马斯克呢是怎么删的，也不要听民进党在鬼扯说什么呢？我们的行政院没有被尊重，权力有什么好尊重的？你选举的时候，当你双少数，立法院居少数的时候，有什么好尊重？要尊重的话呢，应该是你行政院呢要尊重立法院。但是行政院不尊重立法院，什么事情不管你人事法律预算都照你的方式过的时候，为什么我在立法院的居多数的时候，我需要倒过头来去尊重你？那种尊重叫做姑息，是浪费自己的权利。如果你真的要看的话，请你看一下法国的双手掌制。当马克龙呢也是一样嘛，马克龙呢去年选完了之后，他明明失去了国会的多数，但是他婚姻查压力早，他一定呢坚持的，他要用他自己的方式去运作权力。1年的时间，他换掉了5个总理，就是5个行政院长都下台了。我们的总统还待在那儿呢，我要是总统，我早就滚了。你有脸待在那里吗？你根本屁事都没有办法做。如果今天不是抗中牌呢打得嘎嘎响的，你今天的民进党根本一句话都讲不出来。刚刚呢谈到呢两岸关系，对了，我想说，如果说真的两岸关系这么的尖锐，这么的敌对，到处要抓匪谍，那把两岸关系再清一清。可是两岸关系呢，明明贸易都还是这么热。你说呢？两岸之间呢，彼此在对话的时候装模作样的，我不让你观光客来，我也不让呢台湾的什么东西去，大家搞得好像距离呢行隔世境非常远。可是香港跟澳门明明是个破口啊！在现在我算了一下，台湾飞香港，光是飞香港，我还没有算澳门呢，澳门更多。台湾飞香港一个礼拜台港之间呢150班以上的。飞机啊，你认为150班是谁在搭？多的时候200班呐。今年的过年的时间，台湾人去香港旅游的增加了3成，年增率是3成。你有没有看到呢？在台湾在西门町呢，有多少港澳的这些年轻人自由行在那边转？那你明明知道台湾跟香港之间的经贸关系一直都很密切，一年呢600-700亿，台湾呢大部分的顺差呢都是从大陆跟香港加起来占台湾顺差的1半。台湾的经济的命脉有1半呢是靠呢跟大陆跟香港的贸易，这有什么好装的呢？把数字拿出来，你起码你要骗老百姓。以前的时候呢，把数字摊出来让老百姓看一下，让老百姓平衡一下。你如果真的今天觉得呢要统战，那我告诉你，宗教刚刚的这提到，他说呢3月份开始是许多宗教交流，宗教大陆所有的宗教全都是统战部管的。对。你知道妈祖是统战部管的，管你什么三太子哪吒都是统战部管的。请问你今天呢对统战部听到呢，你就觉得呢好像呢牙齿呢都咬牙切齿，你连呢这些呢跟统战部有关的济南大学你都不能交流。请问你台湾这么多的妈祖庙要交流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能够限制呢？你为什么不禁止呢？所有他们都是统战部管的，宗教就是统战部的业务，但是你不敢讲是吗？把真实的话呢讲出来，
今天呢，不管是戴伟山或者是任何的这些呢在野党的委员们讲狠话没有，我告诉你，在这种的时空环境里面，要当一支呢很勇敢的鹰派，比当鸽派容易多了。那种话谁不会说呢？但是当鸽派你要有勇气，你要被批斗、被扣帽子的勇气。但是这种呢被批斗、被扣帽子，我告诉你，2022年的时候，2022年你回头去看，在当时的乌克兰，这种的调子都看过。乌克兰的泽伦斯基呢，在2022年开战以前在干什么？在限制所有在野党的发言权，所有的媒体批评政府的时候，全部限制，最后只剩下呢一些的所谓的公民团体可以跟了泽伦斯基唱和。一直到马斯克呢在清理账户，才发现原来这些公民团体全都是美国养的。全都是美国给钱养，请问你跟台湾的那些的黑熊那些的禽兽部队有啥不一样呢？一模一样。今天会听到的声音，乌克兰都听到了，但是3年以后，乌克兰失去了20%的领土，失去25%的人口，失去了70%的出口，失去了60%的粮食是生产。然后呢，那个时候我要找你戴伟山要吗？找你赖清德要吗？今天你再出来说呢，我准备要停火30天，有用吗？你已经造成了重伤害。今天呢，要讨论就跟在野党好好讨论，和跟战之间呢，不是光讲狠话扣帽子。我不是政治人物了，但是如果说我跟北京唱和，我甘于接受。我告诉你，今天如果不是北京的老一代的对台湾还有一点感情，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在今天的国际形势里面早就打起来了。休息再回来。然后很多国民党委员呢收到台北地方法院的刑事传票，伤害。为什么呢？说去年原地法院爆发肢体冲突，那被民进党委员告啊。那徐小新证实，而且还原现场说，我们是防守啊，我们并不是攻击方啊，而且真的这个乱的也不是我们啊，但是呢都收到传票了啊。那另外呢，陈玉珍批评民进党说是任意乱送浪费司法资源啊。然后呢，这个我们看一下。秀树过年前就收到台北地方法院刑事庭的传票，国民党立委陈玉珍、翁小玲、徐巧芯、邱若华、黄仁等因为伤害罪被列为被告。自诉告诉人是民进党立委陈培瑜和林怡景等。这个星期五3月14号下午就要开庭。据悉告的是去年12月20日立法院大院内的这场肢体冲突。你陈素月、范云等用拳头拿我陈玉珍使出无影脚，一人 PK 6名女绿委，倒是苦了隔壁的王定宇。选罢法、限速法及财划法修法点燃朝野对抗，当时绿营提前1晚顺利抢占主席台，蓝营不满突破封锁后双边打起来。听得到吗？听得到吗？立法委员在立院里面有所谓言论免责权，对，但是没有暴力免责权，没有肢体免责权。我们绝对100%支持我们所有Team 5的委员去针对国民党立委的暴力的行径来去做提告。据悉，这次的提告并非由民进党党中央的委任律师，而是绿委们自行提出告诉。我们希望不要让他们霸占主席台，所以我们才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当我们受到这个被告不可想象，是加倍我们执政党跟在野党的对立吗？我觉得这是浪费司法资源，应该让我们的检察官有比较多的时间去处理这些现在这么多的这个诈骗啊等等犯罪行为，而不是把时间浪费在这样的这个诉讼上面。那我想，如果陈玉珍委员真的忘记了，回去看一下影片。针对他所做出的肢体暴力行为，而且在国会殿堂上，他身为一个立法委员，我觉得这才是最关键的事情。这样，那请不要去扯到所谓这是增加司法负担的部分。过往立院肢体冲突见惯不惯，但随着立委收到传票，蓝绿矛盾恐怕持续加深。来，龙建伟，什么是暴力？你有叫人告不？你有没有收传票？我因是告我杀人未遂啊，同样没有伤害啊，真的。杀人未遂。但我未收到，因都已经签要给我告的，迄阵就呛了啊。这摊较慢，这一摊是12月的啦。那民主的国会就是民主的最高民意殿堂啊。他们先采取暴力哦，那暴力就是用铁链，然后用那个弯牙蛇，然后椅子全部给你堆叠，然后控制在野党
不让你进到议事厅，不让主席进到议会。好，那我们在排除的过程当中，甚至韩国瑜要从休息室后面的休息要走进来，都被他们抱了摔倒了。所以基本上啊，在这边，如果检察官真要办，嘛无法度啊，拄着，啊，不过那生流拄着啊啦，你整个弄到这样子，我们去突破到把那椅子弄走，国民党是真的是正人君子。男生对男生，绝对男生不要去碰女生。民进党不是这样你女生一样啊，他男生一样冲撞你，没办法啊，或者他们女生长得又壮又快啊。那国民党这些女生有比较瘦小啊，有就一两个，陈玉珍是比较彪悍一点啊。那像洪小玲，我讲你唔得给溜出来，不然主席台被弄了，你不能开会啊。你讲我无法度啊，我无法度啊。我说那好，因为我们不能碰他啊。我讲你甲揽咧，你甲揽咧了。伊讲我甲揽咧，你甲揽咧，我揽你出来了啊。所以是隔一个，他抱一个，然后男生我们就抱自己人，都没问题嘛。是这样一个一个排除啊，然后恢复国会的议事功能啊。那当然你要告就告，一般我想不透了。当然收到这些传票的时候，正常司法院、地检署没办。你再想想看，鲁明哲上一届，鲁明哲被吴秉叡跟邱志伟高雄那个委员两个人在主席的后面那个空间联合打共的两支鞭啊骨，肋骨断2根了。对，然后有验伤，我说那你怎么不告？用告了啊？证据呢？你有没有验伤单？因为有啊，有验伤单，你那个验伤单给我。他说为什么？因为他们告我，我要跟法官讲啊。立法院是不能调录影带，有录影带他不给他调，他说他们2个打你，要你们3个都同意，这个录影带才能给你。所以当然他们2个不同意啊，他们是这样行使暴力啊。那我们在行使这个排除的过程，都会考虑到安全了，没办法啦。所以当接到这个。前天大家看到那个传票的时候，当然啦，我说你就按照这样去跟法官讲那党团也决议说就这样去跟检察官解释嘛，就这样子，大概检察官就会知道有一个他也可以签解嘛。世刚，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政治操作了。那我觉得国民党的委员其实也就不必什么司法浪费司法资源，什么增加检察官负担了，连执政党自己都不跳球自己的检察官。我觉得国民党的委员在过程当中哪个被受到伤害，哪个遭到一些所谓的暴力上的一个侵袭的话，我觉得你去告啊，这不用客气啊。你客气的话，你在媒体上面，你在很多这个舆论上面，你就完全占不到便宜。好像过去这1年都是民进党立委就是白白的坐着被挨打。然后国民党就像一个恶霸，每天去打人，但事实上都不是啊。那为什么过去这1年，我们的国会就不能少数服从多数呢？为什么都是要你赢才可以？只有你赢才叫民主啊，别人赢都不叫民主，都要想尽办法一切把它翻过来。这个很多社会上工作的人都搞不清楚这个状态啊。每个人碰到我都问说，为什么要民进党要这么做，要做大罢免？我昨天讲就是输不起啊。他说那个，然后一般还没有那个很多问题都不是什么特定立场的，也都不是说投蓝的。他说那为什么不能够就是好好做，下次重来嘛？4年后把席次拿回来嘛？从小教我们的都是这样啊。做这个这次4年做不好，席次拿掉了，我就下次努力把它拿回来。不就是民主告诉我们就是这样子啊？过去民进党反对万年国会，就是会一直做啊。民进党拿不到席次很少啊。所以社会上当然支持全面改选，给民进党给在野力量机会啊。
但是你现在那好，那是如果这么厉害的话，不好意思，你们国民党不可能是挂零嘛，对不对 ？OK， 我讲去年的时候，国民党拿到了多数席次，为什么民进党就不甘愿呢？为什么就要用罢免人家罢掉呢？那这样子的话，政治大家都可以，下一次民进党多几席之后，国民党再这种发动大罢免啊。我觉得这是大家想要看到政治吗？如果有这个理由，当然这是你的权利啊。那请问你罢免陈玉珍是什么理由？罢免这个徐巧芯是什么理由？我想罢免王宏威是什么理由？都没有理由啊！就是说什么跟人家什么中共唱和，就只有拿这个抗中保台去做这个事情，就觉得很烦。其实一般社会的民众对这件事情真的很烦。如果民进党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执政党，不会啦，等到投票当天，有心在去做治理国家事情的时候，还是政党的意志，基本上大家对他已经没有什么任何想要治理国家这个心了，要治理早就停住。之前林右昌说：“哎呀，那这样行政院这下来怎么办？怎么办？就会烂掉啊！就每天搞政治恶斗怎么办？就这样办啊！”梁文轩。对，我是觉得民主政治有它基本的游戏规则了啊。那过去当然你不可否认，在台湾的民主政治的推动当中，都是民进党在写游戏规则。但是你会发现呢，民进党写游戏规则之后呢，他主政的时候，他主导的时候，他的规则都是对的。当别人的话呢，开始模仿，不管是学聪明了也好，还是呢这个学的比较厉害了，这个取巧了也好，学了以后呢，都被反过来又骂说呢，你这个学的不对哦。所以你会发现呢，在立法院里面，你说打人或者说一些冲撞，就是从民进党开始的但是呢，以前国民党被 K 的时候有少过吗？以前我们在跑新闻的时候，那种什么眼角还有一个挫伤的眉毛，这个差点戳到眼睛的，掐脖子的，手指被夹到的，多得不得了。但是过去国民党他也不会去提告，但是现在的话，你就发现哇，这个民进党就觉得这个重伤害啊什么的，所以就变成说是，当你民进党去做的时候，不管说是冲撞也好，不管是用机车锁也好，你都有你正当的理由。但就国民党去做的时候呢，都不是正当。那同样的，包括说在你的认为的你要用民主的选举去推翻政权的时候，民主就是选举就是唯一的标准。但是呢，当你自己本身呢选不赢的时候，你就说呢选举不是民主，那要罢免才是民主，有这种说法吗？所以我就说，民主不能够因人而异，不能够因政党而异，不能够因为今天对你不利，所以它就不叫民主；对你有利，它就叫民主。所以我觉得现在的状况真的就是说，台湾的民主已经到了一个呢只有民进党说了算的一个地步，这真的叫做真民主吗？所以我觉得现在的状况，当然。民进党说的去消遣国民党也是有他的道理啊，那你自己罢免不了，这个过不了，你要怪别人吗？那但是问题就在于说，好，我觉得现在的状况就是这个样子。当民进党说他要跟在野和解，他要跟在野沟通，但说归说，没有半个动作的时候，比方我们刚刚讲的跟黄国昌，后来也没见到，而且还是私底下那边。那你如果说联络黄国昌，那你有联络朱立伦吗？你有联络其他在野党的这些领袖吗？没有啊。所以真正如果说你真的是想要推动执政的时候，你是以执政的施政、以老百姓的福祉为优先的时候，你都不做这件事情，只是去搞罢免。所以现在不只是搞罢免，他还要搞宣讲。我坦白讲，行政院卓荣泰要那么闲吗？我们的部会首长这么闲吗？你时间太多吗？你钱太多吗？你资源太多吗？你预算太多吗？你不是说这个总预算被删很多吗？那这个罢免不用花钱吗？宣讲不用花钱吗？联署不用花钱吗？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都是自我矛盾。所以当你这样的不断的去用这种手段去做的时候，你要大家相信说你的罢免不是为了自己的政党之私，你不是为了巩固权力，而是为了民主，我就不会有人要相信的。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底下，坦白说，我觉得国民党也要检讨，民众党当然民众党没有人被罢免，但民众党就说在野党他必须要去做团结起来。某个程度，我真的觉得台湾的民主遭到威胁。我觉得这个威胁就是说，你已经有所谓的真民主跟假民主，你打着民主的旗号，其实它真的不是民主。所以到现在的局面，我真的觉得，其实赵先生前有提醒过，在当初在基隆的时候，就如果说他去提出罢免，你不出来对赌的时候，你就让他赢光光了。所以某个程度来说，现在的沉默形同共犯。我觉得现在的状况有点像当初你说好，为什么欧洲当初的一些纳粹横行，所有的人在回过头去检讨的时候，尤其德国，沉默都是共犯，所有的人都认为当初你应该要挺身而出。所以我觉得到现在为止的话，如果说民进党不停下来，民进党还要搞罢免，民进党还要去搞宣讲，民进党不在国会殿堂里面说你该说的事情，你说朝小野大，关键字在朝，你再怎么小，你是朝，你是执政者，你不能不执政。当你不执政，只要去宣讲，你要去罢免的时候，我觉得大家没有沉默的权利了，你就只能够让他知道说，我们现在你选举不算，那罢免算吧。
我们让你知道说，再一次知道说，大家事实上对于国政是有期待的，大家对于民进党是失望的。现在麻烦了是两个政党一个是坏，一个是笨那你说要坏蛋要去打笨蛋这个坏蛋打笨蛋，笨蛋要抵抗坏蛋看起来不太容易。休息一下再回来。金华城案昨天开庭沈庆金被传了坐在这个轮椅上那沈庆说我没罪，检察官要我咬柯文哲然后呢当庭哽咽说检察官这个虐待我、恐吓我然后呢对我的肉体灵魂都强暴然后北检说我们哪有去强制侦讯他，我们是视察到医院看看他是真病假病病成什么样子我们是视察他，不是侦讯他。所以呢，这个沈庆金指控了严重扭曲事实那么民进党党团这个主任呢陈志涵就说：“哎呦，检察官好幽默，是到医院视察，还带着书记官，还通知沈庆金的律师。那视察有这种视察法吗？民众党就说呢，原来这是一个扮贪渎的悍将，现在变成一个政治的打手而且呢说是黑箱审讯，而且不录影。”逼沈庆金呢咬柯文哲那法务部长说我相信检方了不相信这个沈庆金的讲法那另外黄国昌就三问法务部说你是不是解释清楚呢过去几年有多少检察去医院视察呢？你只视察沈庆金吗？有没有视察别人呢？然后呢视察的时候如果有视察带着什么人去呢？有带这个书记官什么去吗？而且呢要问呢，报告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这个检察官跟法院呈报的？有没有这个践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是不是你都讲清楚、说明白？好，我们看一下。我的会议行为有权利，少来！我告诉你，这是我的权利。不懂会议的程序，你可以去看一下。你不懂，跑去研究一下啦。司法委员会新会期第一次质询，朝野立委就先为柯文哲金华城案吵了起来。当中可以密室审问2小时，可以几分钟委员了。我告诉你，你可以回答我们的个案了。你可以回答当然可以回答。回答为什么不能回答？战场导火线就是因为威金集团主席沈庆金控诉北检密讯审问，甚至没有录音录影，让罗志强询问赵伟吴宗宪，按照他过去检察官的经验，这样合理吗？却让民进党立委完全坐不住。你当赵伟，你到底懂不懂啊？沈庆金11号出庭，还提到检察官林俊彦逼他陷害柯文哲，说他怎么可能做得出来？战狼小姐姐陈志汉也说，林俊彦当时带着书记官借了医院会议室开侦查庭，还语带恐吓，说认罪就可脱身，让他痛批根本是挖坑，不是问讯。对此，北检发新闻稿强调，是依刑诉法规定，在去年10月11号前往医院视察，并没有讯问，而且当下沈庆金的3位律师也都在场，全程也都有录音录影。践踏正当法律程序离谱至极，结果一直拖到昨天晚上10点半，想了一整天的借口，真的是欲盖弥彰。如有一些不合乎的，我想我们会做；有没有的话，我们会做进一步的了解。那我相信检察官都会严守正当的法律程序来办了。如今柯文哲案持续侦办，但背后藏着多少司法动作，也都被放大检视。好，正好议员。是我回答这个之前，我想先回应一下刚刚伟山谈的一个题目的简短的就是说，你刚刚提到说，其实是这个我们在野党不愿意放过执政党，我觉得这个词言真的是差异其实我们民众党在提这个财划法，随便举个例子，我们提财划法就好。在提财划法的时候，我们第一个会期就讲了这个财划法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希望执政党局能够重视那么我们也希望能够排为我们的优先法案那当然，这个财划法本来也就是过去这个民进党所推的嘛，你们也觉得是应该做一个财划法的一个修订，它25年没有修正了但是到了今天，你们一直吵，一直要复议，但是你们没有提出一个具体可供讨论版本来讨论嘛？那我们怎么来去做继续后面的一个民主程序？没有办法，根本就没讨论啊！你们不喜欢我们的版本，我们说我们要修，我们提出来之后你说不行，然后我们通过以后你要复议。
但是你没有提供给你们行政院觉得可以的版本给我们嘛？我们怎么来讨论呢？里面进行任何讨论吗？就随便举手就通过啊。你没有版本嘛？你可以再提嘛？你可以再提嘛？具体讨论，你可以行政院可以再提嘛？是吧？他们有5个版本没有拿出来，是吗？要怎么提呢？好，这样了，我再讲回来了，哈。讲到刚刚那个所谓的这个建华城案的这个问题哦，如果今天沈庆金讲的啊，沈庆金先生你讲的是这个属实的话，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严重打击我们台湾司法公信的一个严重的议题哦，一定来讨论。所以我们来看哈，如果你说这是一个视察，因为他后来解释它是一个视察，并不是一个询问嘛哈，那请问一下，我觉得北检应该要说明是什么？如果你是视察，你为何要带书记官？你又为何要通知这个沈庆金的律师到现场？你只是个普通的视察嘛？按照刑诉法，视察只是去看一下这个被羁押人的这个羁押处所是否 OK， 权益有没有受到影响？那你带那么多人去，到底是为什么？如果你是询问，请问一下，为什么没有全程的录音录影？如果你是开庭，好，你全程的录音录影在哪里？而且依照消息，我们是好像大概2个多小时吧，这么长的一个时间，你单纯只是去视察吗？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怀疑哦。所以它整个东西已经严重的影响到这个整个司法的一个程序正义哈。再来，如果说你是视察，依照刑诉法，你必须要做一个报告，同时你也要通知法院。请问，请你们出来讲清楚，你有没有做出来这个报告？你有没有来通知法院？好，到底有没有？这个很简单嘛，对吧？你说你不是询问，你是视察，那请你把刑诉法规定的这些东西完全的就讲出来。如果你有做，你就讲；如果没有做，你应该给我们大家一个交代。好，所以其实我必须这样讲哈，如果连沈庆金这样的人都会被这样的待遇哦，我们合理的怀疑，是不是其他的证人也有这样的情形发生？这个我觉得也是北检必须要说清楚、讲明白的事情。北检都已经澄清就有录音喽，那现在有3个律师在几分钟而已吧，然后全程录音吗？如果有问题的话，律师难道不会抗议吗？这3个律师那这样花那么多钱，我请问伟山，请问一下，吗？到底这个是什么？它到底是一个视察？还是一个开庭询问？不好意思，我觉得很荒谬的是，今天在一个嫌犯他今天在指控的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结果竟然国会议员在国会殿堂上面，在一个这个侦讯不公开、侦查不公开的状况下，去随便去提这样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叫做蓝白的堕落。不好意思，侦查不公开，绝对是绿营始创用者，好不好？过去这么久的经历，我这2个问题，一个就是说，你现在柯文哲这个案子走到今天。如果还需要用旁敲侧击的方式呢，需要带着书记官去探病，这么的关心沈庆金，那表示呢，检察官到目前为止对这个案子仍然是这么的没有把握，他就是没有可以让你咬住的东西。那第一个就是，那这个时候的柯文哲，无关乎你的党派立场，我是说柯文哲有必要用羁押的方式。继续的在看守所，这是第一个要想，有必要嘛？尹锡悦都出来了嘛？尹锡悦都出来了，柯文哲还要放在里面干嘛？我觉得对台湾来讲，像这种指标性的案件，正是凸显了台湾的司法的平衡感的时候。那我纯粹是就这些事情当中，柯文哲现阶段，如果以后呢一审判决有罪之后如何，那另当别论。我觉得这个案件再走的时候，就算是3审定谳以前，柯文哲也没有什么羁押的必要性。第二个就是说，你今天呢要去看沈庆金质疑并没有错啊，就是你来看我的时候，你带着书记官干嘛？就是所有这个时候呢，跟一个这样的被告的接触，他不是都应该在有很严格法律条件要求的情况下进行吗？你的身份呢是检察官，是随时可以逮住他画尾巴了之后呢，然后来对他呢采取司法动作的人，你为什么可以用这种的方式去用这种看起来像是探口风？看看能不能在你心房松懈的时候呢，能够呢从他的嘴巴里面呢得到一点什么。这个案子已经拖非常非常久了，因此它里面呢已经呈现2个问题，就是第一个，对这个案情到底现在司法体系里面呢，你到底把握了几分？他是求刑28.5年呢，这么重的刑，28.5年，为什么到这个时候呢，感觉上面还在走程序？第二个呢，是我更在乎的，从一个司法人权角度，不是案子大。我们就要呢洞见观瞻的，就觉得要用最严厉的手段去对待某一个人，而是这个时候的柯文哲以这个案情1500万，就当做有1500涉及1500万，有需要这样子羁押吗？好不好？这个是不是柯文哲前2天去参加他爸爸的家祭了哈，然后走的时候呢，跟陈佩琪讲，
这个陈佩基今天写哈，说那天在北所会面最后一刻，他被带走前哈，现在在北所讨论了哈，那跟我说要我好好的吃饭，好好的生活，要我不用再费心他了啊，不要再这个关心他了啊。那他说呢，就当世界上已经没有柯文哲这个人啊，这听起来是很难过，蛮唏嘘的，蛮令人唏嘘的。休息再回来。好，民进党内部有不平静哈，王世坚啊，希望呢这个民进党帮他澄清，民进党的常会他没有录音啊，因为柯建铭说要录音啊，都把录音给外面的记者啊听啊等等。柯建铭说，我有没有说是你？你干嘛这个自己跳进来啊？然后呢，这个王世坚说，我是尊重柯建铭的啊，我何止是委屈冤枉，简直是莫名其妙哦，这话讲的也很重哈。那赖清德说呢，这个他希望赖清德帮他澄清，说他没录音。赖清德说事件到此为止，也没有说录，也没有说不录啊！不要再吵了啊！因为讲的这个那个不高兴，那个这个不高兴啊。那么另外呢，这个陈亭妃啊提告说呢，因为这个有里长指控他跟议长贪污的议长是亲密的战友，所以陈亭妃就去告。但是呢，这个法院是说呢，哎呀，这个有很多报道也这样讲啊，所以呢，这个里长并不是无的放矢啊。那台南的里长说，我是合理质疑啊，我是受言论自由的保障啊。说呢，他跟这个郭信良是亲密的战友啊，我受保障。那陈亭妃说，好了，既然你们这样讲哈，既然法院这样判，我愿意遵从赖清德呼吁的团结哦。这个不要把，因为他原来认为这个谣言是政治攻击他的工具的。不过既然赖清德说大家要团结啊，好了啊，就团结吧啊。那另外呢，这个郭国文还说，法院的认证啊，这是亲密关系啊，这个因为呢，他告林俊宪的人马妨碍名誉啊，所以呢，这个郭国文说，哎呀，法院就认证了啊，等等，法院判无罪不表示认证啊，这个是两回事情哈，这完全不懂法律哈。那是这个里长说不简单了哈，说呢，这个在赖清德第一次选国大代表的时候呢，这个里长呢还这个牵着他啊走啊，我们看一下。只有一个争执，就是说柯建铭总召，他说他的从头到尾他没有说我录音，如果没这么讲，但是很多报道的，是不是？你可以再一次做澄清。连续2周在民进党中常会上和总召柯建铭针锋相对，毕竟自己被柯建铭影射在中常会上录音给特定媒体，即便柯建铭说他没指名道姓，但王世坚认为伤害已造成。你不能说在大街上骂我，然后现在在中常会内部在小巷里来说，你并没有那样讲。中常会是也不会问我。但柯建铭这自走炮轰的不止王世坚，同为英系陈冠廷也为了召委之争和柯总召闹不和。但赖主席要伤脑筋的不止中常会和立法院，还有台南本命区的市长之争。你们去看判决内容，里面的内容才是真正的重点。去年底，林俊宪团队成员在赖群组散播陈亭妃和前台南议长郭信良是政治上的亲密战友。陈亭妃一怒之下告上法院，妨害名誉，还求偿200万。结果法院裁定是善意评论，判陈亭妃败诉。这位被陈亭妃告的曾老先生，他是民进党的创党党员，收到陈亭妃告他要求偿200万，一时之间呢，也不知如何是好。从召委之争到市长初选，民进党内杀到刀刀见骨，忙着调停的赖主席，真的好忙哦。来，俊宪委员龙介委员啊，这个林俊宪呢说呢，当时赖清德是被这个曾俊仁曾俊仁里长就带着跑，因为呢那时候赖清德第4选国代啊。来，那陈亭妃也告过你，对不对？那为什么结果是不一样？不一样，为什么啊？那个我要跟陈亭妃跟你妹妹讲一下，你不要讲说我败诉，我没有败诉啊。最后是因为我要申请调证人，你就和解了嘛，对不对？一审判我赔20万，那个是因为检察那个法官他不理解闽南话，得讲做一口那个问讲，那个鸳鸯水啊，是不是就是在讲陈亭妃跟郭信良？我讲不要别人呢。
哦，我讲安尼，你听台湾话你就听有啊，但迄个法官听迄录音带可能听无意思，所以判决文的讲，我的意思是说，他除了跟郭信良，还有别人呐、哦，用这样就判我，判我了，我上诉嘛。那审判长就说没有什么不能和解啊，谢启大跟李登辉$8000万也是在这个当庭和解嘛，哦，开了6次庭，他们都不和解。但我第一次开庭，这个审判长就问说：“谢议员，你讲要别人呢，就是咧讲，就是因两个嘛，对不对？”我就讲啊，那表示你是听懂我闽南话的原意了。就难道还有别人吗？这样啊，第二，所以这个最后就变成一直不和解嘛。我就跟审判长说，我也不和解了，我们就走程序吧。我今天申请调证人嘛。后来1个礼拜，他们律师就打来说要和解了嘛。所以有时候不要跌哥倒菜得了。但是这个案子，伊甲你讲啊呢，林俊宪你嘛免结甲像迄傲咸鱼个加杀水米什么，你好像你跟曾建人不认识哦。拜托的，伊住伫你遐食头路，伊对你偌死忠，你唔知影哦？啊，伊是伫遐人伊去选到里长，迄是人伊家己拍拼。坦白讲，哦，你对伊敢有做好？你安那去保卫我拢知影呢？哦，你对伊有做好吗？无啊，但是伊今仔去，甲个遮死忠为你咧卖命，哦，去共告。哦，虽然这个你也可以讲是法律认证，但是恁这组的是做无人性的啦。哦，那白白咧讲，选举选到无人性就真正恁。你还去讲人背骨？我邵航兄，我唔捌。我们当民意代表。2个礼拜前，他成立那个跟议员的联合服务处，你怎么造势我都同意啊？你怎么会找议长来打陈廷辉妹妹那3个人？在2018年把票投给郭信良，对，他是跑票，民进党没有开除他嘛，他还是党籍，对不对？结果2022年这3个人是把票投给邱丽丽，变成议长。结果你们今天找邱丽丽来砍这3个人是大背骨哦，尬国民党跟魔鬼交一个公案的对了，好安呢，打到这种程度，我这次投给你，你变成议长呢，然后你是公开砍这3个人，安尼你看有险啊无？选举选到无人性啊！台南乡亲，我甲你讲，咱的台南嘛，我等去前啊，最近大家拢甲我讲，你唔通佮出来，明年你较出来，你唔通今年佮走出来，我讲啥啊？人即摆拢走啊！伊讲一个市长选3年了，就去年1月13选完，1月14就开始初选了，然后今年还要选1年哦。初选他们最快是明年2月才会搞初选，2月到5月，那明年的11月才会投票呢。台南市就一个市长要选3年。那前1年刚好选总统，等于4年1天都不能休息。那整个为了选举，我刚坦白讲，民调还差蛮多了。哦，那从 TVBS 的民调你就可以看到说，这样子林俊宪跟陈廷辉有多大的差距。但赖清德一定会有一个 deadline 哦，到什么时候你要怎么样努力到什么程度。所以他们现在已经在下重药，长背骨的台了啊，哦，然后就把国民党跟这个陈廷辉绑在一起。我跟你讲，第1阶段今天送去大概通过了，哈，送了2倍。等到第2阶段开始，你就会看到说，你看，搞不好就会讲陈小姐跟国民党联合来搞他罢免啊，你等着看了，马上这个戏码就会上演了。这就是民进党为了权位不择手段的缩影。那香农，台南的选情很激烈，这大家呢都知道。但是如果台南现在的选将仍然是抱持的过去那种觉得谁在初选赢了，谁就是坐稳了台南市长，我认为从上次的选举。谢龙介参选，大概已经告诉你很多的事。这个是我很想的。虽然呢，距离2026年选举呢还有呢1年多的时间，不过大家可以等着看。那民进党因为执政了非常非常久，到赖清德现在呢已经是民进党持续执政的第9年。
这9年的时间呢，台湾政治形成了许多的惯性跟许多的僵化。台南有这么多的弊案，这么多的丑闻，如果你没有办法政党轮替，像是美国，我不是喜欢川普，可是政党轮替让马斯克呢去把它全部翻开来，你才会看到里面这些呢这么多臭不可闻的人跟钱的事情。台南的那些的弊案，就像是桃园，如果没有政党轮替，你什么都看不到。你仍然呢？如果今天呢，林智坚当完新竹市长，当台南市长，你认为新竹的大秘宝光那个棒球场，你认为你能看到什么？你什么都看不到。政治呢，如果要把你的眼睛遮起来的时候呢，它就是轻而易举呢，可以办得到。所以，与其呢去关注，就是说呢，到底这些呢鸡毛蒜皮的事情，那些在我们的脑子呢都不需要停留，那都是很 local 的事情。但是台南下一任的市长是谁，关乎到台南的命运。台南人蓝轩，我刚听这个龙继兄这样讲，我真的觉得民进党的逻辑哦，其实坦白讲就一套。就这个比较大的政党之争的话呢，他就说呢，国民党勾结共产党，然后呢来搞垮这个民进党，然后就党内来说，他就是陈亭妃勾结国民党来搞垮民进党，所以他总是勾结外力，都是叛将，就是他就很容易呢，就是给你贴叛将的这个名声，然后来进行这个党内的这些斗争。我觉得对民进党来说更荒谬，就是说他是在一个一言堂的底下。